行了，这个危险了，这个危险了，基本上连续的重拳雷来这个不行了，20多次的重拳。视频中把中国选手堵在角落疯狂暴打的人，正是当时排名世界第一、来自荷兰的不败天王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曾在一个晚上车轮战3名中国选手，每场比赛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优势打爆我们中国选手，从此便名声大噪。有人说他的出现就像魔神降世，笼罩了中国拳坛，不手持武器绝不可能战胜他。然而他不只是在中国拳坛称王称霸，在国际擂台也是难寻敌手。从1990年出道以来，他几乎没有输掉过任何比赛，曾两胜日本拳王磨砂豆，血战泰拳王子波球，一时之间放眼整个世界都难寻敌手，这也让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竟然在接受采访时公然表态，只要他还活着，中国人就永远无法击败他。然而就在此时，解放军拳王周志鹏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僵局，也让阿尔伯特·克劳斯知道了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解放军拳王周志鹏，他军人出身，无畏强敌。在比赛还没开始之前，周志鹏就已经留好了遗言，决心要和克劳斯一决生死。好，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色拳套周志鹏，而蓝色拳套便是阿尔伯特·克劳斯。天王克劳斯呢，这2年的状态也一直不错啊。虽然在这个年龄上啊，已经这个不是优势的，但是保持的状态非常不错。的确是，周志鹏呢这2年呢也一直随着比赛啊，他的积累的经验，我觉得也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我觉得2个人真的是有一打，到这种爆发期了啊，爆发期了啊。没错，尤其是关于这克劳斯啊，他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口水去介绍他过去的辉煌经历，因为在拳迷和歌迷眼中，他就是曾经神一般的存在。他名下有一长串的冠军头衔，如今这个34岁高龄吧，仍然保持着这种旺盛的斗志和竞技状态，着实值得可钦佩。而且双方的这个年龄可以说是相仿啊，而且身高体重各种指数呢也都差得不多。在这一场比赛之前，他们2个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泰拳王子波球。但是结果不同的是，阿尔伯特·克劳斯啊曾输给了波球啊，点数判定输了，而周志鹏他战胜过波球。所以说光凭这一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周志鹏今天的胜算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好漂亮，打法很硬朗，当过兵的人啊，这个感觉就是不一样。他雷厉风行，而且无畏强敌。但对于克劳斯来讲，他就是喜欢打得猛的啊，喜欢和他拼拳的选手，因为他也很擅长拼拳。拿到过世界军人全运会的冠军。那么据我了解，这克劳斯实际上他从2010年到现在开始有正式参加过5场职业拳击比赛，在德国，而且他上一场比赛是10月份击败了一场最近击败了一个有过48场职业经历的，当然是这个胜少负多的这种选手。那由此可见，其实他这种拳击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双方又进入了王老师说的这种中近距离的高手对决。高手对决，一般这高水平的都是打中近距离。我们看克劳斯刚才的那个摇闪后的这种斜上和斜上的这种勾拳啊，就体现出来他这种出色的这种交thủ力量性。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的拳击比赛。我们都知道克劳斯曾经在我们的2013年曾经1挑3。就是用这种斜上的勾拳的击斧，而且那一场比赛就是周志鹏很遗憾的没能最终对决上这个克劳斯。对，这场错过了2年的比赛，终于在今年获得了实现。我觉得克劳斯今天好像状态好像稍微慢了一些，有一点慢热，啊。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周志鹏的表现我觉得可以打满分了。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克劳斯啊，大部分是拼拳拼不过，稍微拼不过就开始跑，结果被克劳斯啊穷追猛打，然后 KO 掉比赛。但是今天周志鹏完全不一样了，克劳斯你喜欢来硬的，那我就跟你硬到底。好，第2回合比赛继续，大家不要认错了，红色拳套周志鹏，蓝色拳套阿尔伯特·克劳斯。心里有底的这种有经验的老选手，通常都会对如果没交过手的选手都会在第一回合进行试探啊，一个掌握啊。我在这个赛前呢，就是见到周志鹏，我问他你现在状态怎么样？周志鹏说现在身体啊就像有炸弹在里边存着一样。他说我现在就尽量再静起来，让自己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都爆发在擂台上。确实今天这志鹏的表现确实也不错啊。刚才这个克劳斯这个击打的部位有点不准啊，打到这后脑啊，裁判提示了他一下。我相信他不是有意为之。
我们看到克劳斯这种强点的选择啊，只要周志鹏把手抱起来，马上就对两肋进行打击。而且克劳斯这个防守非常严密，对，像在近距离推进。两人对攻的时候，他那个上勾拳啊，对。虽然说我们现在看周志鹏打的的确是不错，但实际上在赛前看好周志鹏的人那是寥寥无几。都说阿尔伯特·克劳斯拳法出色，但现在我看的话，我怎么感觉哇，周志鹏穷追猛打但是要小心，但是要小心呐！这一下是冲得太猛，刹车没踩住，恐怕在全世界能够追着克劳斯打的人只有周志鹏了。中国选手已经上了很高一个档次了。是的呀，对战天王级的人物克劳斯以前是不敢想象我们能打成这种局面。那王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中国选手为什么突然这么快的能提高一个这么高的档次？我觉得还是一个这种赛事的平台提供了一个这样赛事的平台一个经验包括一个氛围、心得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自由搏击的理解，我觉得更深了。现在慢慢的，由于我们这个 WF 的这个平台的产生也让更多的观众或者更多的选手走进了这个自由搏击的这种训练和比赛当中。是的，这一场比赛，周志鹏不只是克劳斯在中国遇到过最难打的对手我感觉应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克劳斯打到过最难缠的对手了。这一场比赛，不止两名选手的战况打得很艰难台下的打分员、裁判也很难受，因为两人的分数现在实在是太接近了。你可以说周志鹏现在是优势，但你也可以说克劳斯现在也不落下风。克劳斯左右侧滑没有，这时候我觉得周志鹏其实可以往外走一走左右晃一晃。我们可以说去年克劳斯输给伊萨，就是因为伊萨的这种连打带闪的这种风格让克劳斯抓不住，所以能让克劳斯没有了力量。好，双方的比赛马上来到第3个回合，这也是我们中国选手第一位和克劳斯打到第3个回合的选手。这一刻虽然说不是什么荣幸的事儿但也很难得了。好，第3回合比赛开始。双方这种对拼已经进入了这种白热化了，双方已经完全不需要再保留体力了。因为这不是一场晋级战，双方可以毫无保留的在这个最后一回合宣泄完。这场超级战就是让他们来演绎这场擂台的经典对决的，把所有积攒的那些弹药全部倾泻出来。没错，积攒了2年的这种积累，现在就是爆发出来的时候了。没错，周志鹏面前的就是天王，就是克劳斯。2年前没能遇到的对手，现在站在台上，看要怎么面对他呢？本场比赛双方差了4岁，周志鹏31，而对方的话是35。所以说比赛拖到第3个回合，虽然说是白热化状态，但对于周志鹏来讲更有优势，因为我们是当兵出身的，而且更为年轻，体能上肯定更好。而阿尔伯特·克劳斯他就不一定了，虽然说他是一个王者，但毕竟王者也35了，这个有点抓住感觉的这种样子了。但是克劳斯的体能上有出现问题了，有出现问题，有一定的消耗。况且今天他的这个速度我觉得也比以往稍微慢了很多。我觉得志鹏确实在这地方训练确实有取得很大的效果，准备特别充分。现在体内的这个炸药已经开始狂轰滥炸的宣泄出来了。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知道周志鹏他是一名意志品质非常顽强，而且抗击打能力相当出色的选手。迄今为止没有被击倒在这个搏击擂台上，没有这种场面没被 KO 过。双方都是这种擅长坦克推进的这种选手，所以这场比赛让我们看的这感觉是满天飞的都是刀的感觉应该都是炮弹吧？这个是拳炮能太正了，双方全是正拳开路。这一场比赛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双方的拳腿比例大概是20比1打20拳出1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阿尔伯特·克劳斯他擅长拳法，那周志鹏呢就全程和他拼拳打就打你个心服口服。在 F 擂台上的这个常客，老朋友了。这次他的短裤上出现了我们中国国旗，我们也觉得克劳斯可能体会到我们观众的这种热情。双方在这个最后这一回合已经可以完全宣泄出来了。这个时候双方体能能下降，这个时候是完全凭这种意志在撑，在撑。对，那王老师，您看现在这个谁比较有优势？我完全看不出来。我觉得双方，我更希望他们有加持。我觉得在这个切合于3场的综合来说，3局的综合来说，我觉得
志鹏今天发挥的不错，对然后况且在得点上，在这种场上的那个比赛结束了啊，但是我觉得。好，这场解放军拳王大战荷兰不败拳王的比赛终于结束，双方是从头打到尾。这场比赛真是一场拳击的盛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的也很过瘾，高手对决啊，就是这么好看。好，最终结果一致判定，让我们恭喜周志鹏。这场比赛也让笼罩在我们中国拳坛多年的阴影啊，终于给他打散了。让我们恭喜周志鹏。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